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刚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经典热血格斗番《刃牙》。华山大庭广众之下，暴衣露出了背上的纹身。关于这个纹身大有来头，它名叫侠客力。当年华山家遭山贼袭击，一位路过的侠客将华山家唯一的孩子藏在4中里，背在背上，自己却死在了山贼之手。之后，华山家为了纪念这位无名的侠客，就将他作为纹身代代相传。在一代死后，华山勋在背上纹上了侠客力的纹身，但当时的华山直言纹身还没有完成，把纹身失窃的够呛。随后华山就不知所踪，直到深夜，众人才打听出来，他单枪匹马闯入了负责会的总部，一人干翻了所有的成员，背上的纹身也变得支离破碎，没有伤痕的侠客力不算是真正的侠客力。回到场上，刃牙正对着华山发起猛烈的进攻，华山并没有任何反击的意思，他猛地伸出手，一把捏住了刃牙的手臂。随着华山的用力，刃牙的肌肉不断的鼓胀，随着砰的一声巨响，他的手臂也和柴可夫一样被捏碎了。刃牙急忙后退，包扎伤口，手指还能动，好在没有伤到神经。这次形势逆转，华山不断的朝着刃牙发起猛攻，他一拳捶烂地面，掀起一块地板朝刃牙砸去，再趁机握住刃牙的手臂，再这么来一下，刃牙的手就真的要废了。情急之下，刃牙一个翻转，居然反手将华山撂倒在地了。好家伙，什么时候偷学了太极？刃牙也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，身体就自然而然的动起来了。华山不信邪，再次死死捏住了刃牙的手臂，刃牙紧跟着又是一记过肩摔，把人家孩子都摔得有点怀疑人生。行吧，捏不动他，正面刚总行了吧？华山第一次摆出了攻击的架势，一步步的逼近刃牙。华山的握力非常恐怖，但如果握力再加上自身的体重和速度，那么所表现出来的破坏力将是难以想象的可怕。说着，华山挥斥一拳，按着刃牙的脑袋把人锤进了墙里，整面墙壁都被锤得凹陷进去。紧接着对刃牙的腹部又是2拳，重拳之下，刃牙毫无还手之力，被打得倒地不起。但就在华山以为战斗结束，转身就走的时候，刃牙再次顽强地爬了起来，两人再次朝着对方挥拳。刃牙很聪明，他知道自己的力量和华山悬殊，于是专门瞄准华山的小指挥拳，哪怕只有一根指头断了，他也无法再使用握力。但是华山不以为意，再次挥拳，紧接着他的第2根手指断了。虽然不管几次结果都是一样，但华山依旧毫无保留地朝着刃牙挥拳。终于第4次的时候，两人拳头擦过，华山左拳紧跟着挥出，刃牙竖起受伤的右臂抵挡。正当刃牙高兴地表示是他赢得胜利之时，华山的一拳猝不及防地轰了上来，把刃牙再一次撞飞在墙上。随后华山力竭倒地。对付刃牙这一战，他真的已经尽了全力了。然而还没完，刃牙居然还没有失去意识，而是硬撑着走到了华山面前。他从嘴里吐出了玻璃碎片，这是他之前被华山扔出窗外时候吃进去的，也多亏了这些碎片让他保持清醒。这一下就连华山都不得不承认是刃牙赢了。周围的人欢呼鼓掌，刃牙和华山相视一笑，可谓是不打不相识。而此时一架直升机正在急速靠近，你见过有人能徒手打死一只熊吗？估计就是战斗民族也不可能，而且还是一只700多公分的超级白熊。但是有一个人却能轻松徒手杀死白熊，这个人乘着直升机停在大厦上空，随后一个飞跃，轻松落在了刃牙和华山打架的酒吧里。这个人正是刃牙的父亲，地表最强生物范马勇次郎。勇次郎一看两人打成这样，就不屑地表示这不就才开始吗？双方都只是擦伤而已，为什么不打了？经不起挑衅的华山就要对勇次郎出手，而在朱泽宅邸中等待的江珠也感受到了勇次郎归来的气息。朱泽江珠和勇次郎的相遇可谓一段孽缘，她年轻时候嫁给了朱泽财团的继承人朱泽瑞一，典型的灰姑娘入豪门。她的丈夫也带她参加了世界名流汇聚的晚宴，晋级向她炫耀自己奢华的生活和人脉。余兴的演出是重量级拳王和柔道高手的对决。江珠突然感觉到一股凌厉的视线正看着她，她回头寻找，看到了角落里的红发男子。那一瞬间，她的心脏剧烈跳动着。察觉到新婚妻子不对劲的瑞一看到江珠正盯着一个男人目不转睛，当场一个大耳刮子上去。行，家暴男，你铁定活不过这集了。那个红发男人正是超一流佣兵范马勇次郎。瑞一上来一顿挑衅，还把汤泼在了勇次郎的衣服上。勇次郎也不甘示弱，当场强吻江珠以示挑衅。老婆都被抢了，这还能忍？瑞一抽起刀叉冲了上去，勇次郎一个翻身将自己的鞋穿了上去，随后跳上擂台脱下衣服要和瑞一比划比划。瑞一还没上，之前
天表演赛获胜的柔道大师自告奋勇的去寻死，被永次郎的一记高抬腿砸得差点当场去世。永次郎的视线一直跟随江珠，让他害怕的浑身发抖。回到家里，瑞一朝着江珠发起了脾气。永次郎是个非常有魅力的人，没有哪一个女人不会动心。结果正说着，永次郎还真就到了。瑞一惊慌失措的呼救，但楼下的保镖已经全部被打倒了。永次郎看上江珠的原因很简单，他看出了这个女人本性里的残忍，他喜欢看见血腥残忍的场面。说着，永次郎当着江珠的面捏断了她丈夫的脖子，一把搂住江珠，让她为自己生个儿子。而江珠在此刻也深深地爱上了永次郎。一夜过后，警察赶到现场追查杀害瑞一的凶手。江珠没有透露任何关于永次郎的消息，撒谎说凶手是一个老头。不久之后，怀孕的江珠回到大柴，将整个财团收入手中。她费尽心力的培养刃牙，就是为了让永次郎开心。回到永次郎这边，华山猛地冲向永次郎，被一脚踹飞。面对只用单手就拎起自己脑袋的怪物，华山对着永次郎的手臂捏下，但是华山惊人的握力居然对永次郎丝毫不起作用。永次郎反手就把人丢了出去，又是一脚打飞了华山。刃牙冲上前被他爹打晕，永次郎紧接着一拳击飞华山，结束战斗。来到朱泽宅邸，找到了江珠。江珠对永次郎可谓是又爱又恨，上来就先是一段拳打脚踢。永次郎对江珠对刃牙的培养十分不满，但是江珠已经给了刃牙最好的训练了，永次郎依旧不满意，气得江珠抽起小刀就要砍人，反倒是江珠凶狠的眼神让永次郎改变了主意，打算试一试刃牙到底成长到什么地步了。第二天，刃牙将永次郎秒杀华山的事情告诉了江珠，江珠教育他，永次郎就是他的目标，只要有人挑战，就算是婴儿也不会留情。刃牙和华山的那场战斗是赌上性命的，但是刃牙依旧感受到了两人之间结下的情谊，就像是之前和柴可夫、夜叉园的对打时候一样。刃牙明白了，他所追求的强大和永次郎完全不同。江珠愣住了，他从抽屉里拿出了华山寄给刃牙的一封信，信上只有歪歪扭扭的“我想见你”4个大字。刃牙飞奔到医院才发现，华山浑身是伤，裹得跟木乃伊一样。那封信是他用嘴叼着笔写的。华山清楚的明白自己抵不过永次郎，但是他希望刃牙能变得更强，比地表最强还要强。为了打败永次郎，刃牙开始了严苛的训练。突然之间，群鸦飞起，永次郎提着一个箱子出现在刃牙身后。1个月后，他会和刃牙进行决斗，说着打开箱子，表示要给刃牙送礼。而出现在刃牙面前的却是夜叉园的头颅。永次郎居然上山杀死了夜叉园，还专门带回来杀人诛心。刃牙当场就崩溃冲了上去，他在心底已经认定夜叉园是朋友了，他爹居然干死了他的朋友。永次郎一拳打爆了箱子，面对刃牙愤恨的神情，永次郎兴奋不已。踹倒刃牙之后，永次郎扬长而去，夜叉园的尸体被乌鸦啄食，刃牙到最后只抢救出了几颗牙齿。回想起他和夜叉园的往事，刃牙含泪吞下了所有的牙齿。小伙子牙口真够好的哈！回家的路上，刃牙遇到了永次郎旧相识史崔丹上尉。永次郎之所以这么强，是因为他有着强烈的自负心，他不允许这个世界上有人比他更强。许多的格斗家都向他臣服，而永次郎最后去的地方就是战场、中东、非洲以及东欧。永次郎在战场上得到了满足，将他的格斗技磨练到巅峰。刃牙一听，他也要去。上尉扔出一把飞刀，在正中刃牙脑袋的时候被险之又险的握住。上尉见此也答应了刃牙，会将他带到北海道，那里有着堪比一支军队的5人小队。不久之前，日本自卫队招聘他们去北海道帮助训练，而自卫队在瞬间就被全灭，甚至连对方的样子都没有一人看得清，打输了就是死路一条。即使是这样，刃牙也依旧愿意去马。刃牙坚定地答应了，他乘着直升机来到北海道，一场大战即将开始。欲知后事如何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